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怎么在 GA4 创建网页加载速度的报告。我们发现 GA4 它本身是没有加载速度这一个报告的，但是 UA 版本的 GA 呢，它是可以看到这个报告的。但是网页加载速度对于网站它的优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无论是广告还是 SEO 的排名，或者从用户的角度出发，网页的加载速度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客户体验的指标，所以我们非常有必要去关注网页的加载速度。那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去看到这个报告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内容。那今天会用到的工具有3个，一个是我们的 GA4， 一个是GTM， 一个是 Looker Studio。那 Looker Studio 我们之前没有介绍过，那等一下用到的时候，我再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工具的用处是什么。好，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内容。我们今天用到的第一工具是GTM Google Tag Manager。好，那我们进来之后呢，还是到Variables 这里创建一个变量。那我们点击左侧这里。好，进来之后呢，我们往下滑到这里 User Define Variables， 然后我们点击 New， 然后我们点击中间这里配置，我们选择的这个 Custom JavaScript， 然后我们要通过代码去抓取我们需要看的一些参数、一些指标，点这里，然后呢，这里需要填入一段代码，但是这段代码的话，我已经给大家写好了。待会呢也是可以放到网页的下方给大家，视频的下方，在我的博客其实也有写，我们直接复制过来，把它粘贴到这里。我们给这个变量去命名，比如说我命名 Page Road， 我们保存那第二步的话，我们还是回到左侧这里，然后我们要创建一个触发器，我们点击新增这里，点击配置。点击 Page View 这里选择这个 Window Loading， 我们还是给它命名，我们点击保存。我们还需要创建另外一个触发器，选择其他的这个 Custom Event， 我们在这里 Custom Event 这个名称这里我们写这个符号，然后我们选择使用，我们可以命名一下 Page Load Time。那我们要在这里选择触发一些，我们选择的是我们刚刚有创建的 Page Load Time 这个时间，然后我们在这里选择less than， 然后我们点击保存。那我们就刚刚有创建的2个触发器，一个是 Page Load， 一个是 Page Load Time less than 0， 2个触发器。然后我们下面去创建一个 tags，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新增，在这里还是选择这个 GA4 event， 然后还是跟之前一样的，然后我们选择手动测量代码的话，我们也是可以同样在这里找到，把它复制回到这里粘贴。这个事件名称的话，我们可以命名一下，记住它是可以有下划线，但是不能有其他符号的。我们就这样，我们还在这里事件的参数，我们还要添加值，这里我们可以点这个加号，要选择 Page Load Time， 就是我们刚创的那个触发器的话，我们选择刚刚的这个 Page Load， 然后我们要把它创建一个排除，然后这里 Add Exception， 然后这里选择这个。创建好之后的话，我们要给这个事件命名，这个都可以 GA4， 比如说 GA4 Page Load Time 这样子。好，创建完之后，我们就可以点击保存。那我们在 GTM 这里的设置就完成了。那我们第二步是要回到 GA4 这里设置，我们来到自定义参数这里 Custom Definition 这里，然后我们点这里自定义指标，然后我们点择新建。这个名称的话，我们可以写这个，还有参数我们就是刚刚在 GTM 创建的那个。这里我们选择秒，那这样我们报告的话，它呈现出来的就是以秒的
计算单位，一直点击保存。那我们2个平台的事件都创建好了，先回到这里测试一下，点击 Preview。好，这就是我们的网站，然后点击 Connect。我们滑动一下网页，再回来，点击继续。我们看一下这个事件就已经被触发了，那我们这个就已经创建成功了。我们把这些关掉。创建成功之后的话，我们记住要点击发布 Submit， 这里发布，继续。好的，这个我们就已经创建好了。那到最后一步的话，我们要用到这个工具 Look Studio。Look Studio 的话是谷歌旗下的一个做数据看板的一个工具。对，那我们可以通过Look Studio 点谷歌.com， 然后这个网址进来这里，或者我们直接去搜索谷歌里面搜索 Look Studio 就可以进来。我们要用这个工具去创建我们要看的报告。我们点击左侧这里，进来之后我们左侧这里有一个 Create， 然后点击，我们可以选择 Create Report， 要在这里选择我们所在的国家。在这里的话呢，可能我们要选美国，不然它有一些国家它是不适用的，我们就选美国。名称的话，我们公司名称就可以这里随便写。我们点击同意，继续。这里可以选择同意，也可以选择不同意，继续。好，那我们就进来之后呢，这个工具我们首先要连一个数据源，数据源我们要把这些数据导到这里数据看板，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里看。那我们用到的是我们的谷歌分析嘛，就是 Google Analytics， 然后点这个，那点击授权，然后就进来我们登录的账号，点这个，然后我们就选我们的那个对应到的账号，就点添加，点击这个 Add to Report。然后呢，我们就已经进来了，就是这个报告就跟我们的 G4 已经连接了。那我们怎么去看呢？我们有一个这里 Dimension， 这里我们要选择我们的事件 Dimension， 我们选择的是路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要看的网页加载速度，就我们可以选择在哪个网页上面它的一个速度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Dimension， 就是 Page Path 这里。然后Matrix 这里的话，我们就选择添加一个就是我们刚创建的，我们直接搜这个 Page Roll Time 呢，它这里会有一个它这里会默认有一个 Average， 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 Average， 是平均的网页加载速度，我们点击把它添加。那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是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刚刚创建完成的，所以它是没有数据我们等过一段时间呢，它这里就会出来。我现在给它演示一下怎么样的。对，那我们添加我们一般建议的话，大家是维度就选这个嘛，当然你可以选其他的，比如说网页的一些title 等等都可以的。选这个的话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网页的 URL 是哪个。这个比较直观，然后这里的指标的话，也是建议可以创建一个 views， 就是我们网页它的一个浏览次数嘛，就可以按浏览次数从多到少这样排序。那我们就比较看到一些比较重要的页面，再创建一个就添加这个 average page load time。然后这个的话，因为我们已经在 GTN 跟那个 G4 已经创建好了，所以它就可以直接导进来。对，然后就是这样子去看。那现在看不到的话，是因为我们刚创建完。然后的下面这里也是可以排序的，比如说我想看的是，按照网页加载速度从慢到快也是可以的，在这里选就可以了，在自己搜这里都可以排序的。对，看自己的需求。下面这里它会有一个时间的范围嘛。它默认的话都是过去28天的，我们也是可以自定义一个时间去看，也可以做一个对比，我们就会比较直观看到这些数据。那这里建议大家可以在这里创建一个筛选器，以防止一些错误的数据进来。我们点着这个 Add a Filter， 然后我们就可以给它做一个命名，然后我们选择事件名称，就是这里 Include， 这里搜索 Event Name。我们选择等于就是我们的那个事件，就保存就可以了。对，那我们今天介绍的怎么去创建页面加载速度报告呢？就是这样子，就会用到3个工具，一个是GTM， 一个是谷歌分析，一个是 Look Studio， 这3工具。
然后我们最终的报告呢是在Look Studio 这里看的。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怎么去创建网页加载速度报告的一个方法，供大家参考。我们在平时的话也是要注意网页一个加载速度，然后去优化它的。那我们优化的话，一般就可以从我们图片的大小，以及说我们网页的一些代码去优化，还有我们服务器的性能，以及说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内容分发网站 CDN 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些方法来改善我们网站的加载速度。前提是可以关注到哪些网页比较慢，我们去有目的去优化。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内容，谢谢大家。